林向川，镇上彩票站那横幅是不是你？中100万大奖的是不是你小子？还在这装穷呢？全县都传开了，你还在这喝棒子米粥糊弄谁呢？中了100万就怕我们沾光，连夜把门给反锁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小川啊，这事儿你做的可不地道啊！当年你爸媽死得早，要不是你大伯和村里人的照应，你早餓死在村頭了吧？现在发了横財，還想一個人獨吞，老林家可容不下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。大伯、嫂子，我確實中了獎，但那是交了稅的，而且我還欠着鎮上買農機車的2萬塊錢。放屁！100萬交慣稅也有80萬，這麼大一筆錢你根本把握不住。下午就去銀行把錢取出來，交到大伯手裡，我替你保管。錢的事先不說，按咱們石礁村的規矩，家裡發了橫財，必須得大擺流水席謝恩。你大伯可是林家的當家人，明天晚上縣城最貴的金海樓海鮮酒店，你必須擺一桌最頂級的孝敬我們。對，聽說金海樓有個鴻運包廂，一隻大龍蝦就得好幾千，老子長這麼大還沒吃過呢。明天晚上你小子要是不去結賬，大家伙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聽見沒有？明天晚上7點，金海樓鴻運包廂，你要是敢差一點事兒，我讓你在石礁村永遠抬不起頭。金海樓鴻運包廂是吧？明晚大龍蝦你們盡管吃，你們盡管拆。這頓飯我不讓你們吃到把家底都賠出去，我就把林字倒過來寫。喲，這不是咱們村的大財川嗎？向川啊，嬸子以前就說你這孩子念想好，彩票站那個大紅橫幅掛的比過年的紅燈籠都顯眼，全鎮人都知道咱們石橋村出了個百萬富翁。趙嬸兒，您就別拿我打趣了，我這還欠着外債呢，哪算得上什麼有錢人？給我拿一瓶散裝機油，再拿包2塊錢的東西。向川，你大伯剛才是不是去你家鬧了？我剛才看着他們氣勢洶洶的從你家胡同裡出來，嘴裡還嚷嚷着什麼金海樓大龍蝦的。村長爺爺，什麼事兒都瞞不過您。大伯說我發了橫財，這錢我把握不住，讓我取出來交給他保管，還要我明天晚上去縣城的金海樓擺謝恩宴，說我不擺就是不懂規矩，不孝順。胡鬧！林鳳山這個老東西越老越不要臉了。當年你爸媽走的時候，他占了你家半畝水膠地，連你父親出事後廠裡給的補助他都敢伸手。現在你憑自己運氣得來的錢，他憑什麼保管？就是啊，向川，雖然咱們農村講究個長輩規矩，但也不能這麼欺負人。金海樓那是什麼地方？那可是縣城裡大老闆才去得起的高檔酒樓。趙嬸兒，村長爺爺，大伯既然開口，我一個做晚輩的，總不能真讓他們在村裡到處說我不孝順。這頓飯我請。你這孩子就是心太軟，你聽我一句勸，去鎮上找一家普通炒菜館，點幾個硬菜，把他們應付過去就夠了。真去了金海樓，他們能把你連骨頭渣子都嚼碎了咽進去。韓村長、趙嬸兒，你們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他們既然點名要鴻運包廂，我就去現場把位置定好。至於菜和菸酒，讓他們自己選，也省得回頭再說我慢待長輩。林鳳山這老小子心也太黑了，這是要把向川當豬仔宰啊！誰說不是呢？不過向川也真是個慫包，中了100萬還這麼窩囊，活該被他大伯拿捏。向川不是沒氣，他是在等他們把話說全。你好，我訂明天晚上的鴻運包廂。先生您好，鴻運包間是我們這裡最高檔的 VIP 包間，最低消費要8000元起步，請問您確定還要預定嗎？林向川，你跑到哪裡去了？你給我聽清楚，包廂一定要訂鸿運廳。你大伯發話了，明天晚上咱們老林家的幾個長輩都要去，你可別想拿大廳的散桌糊弄我们。嫂子，我正在金海樓前台呢，鴻運包廂最低消費要8000塊，這也太貴了，要不換一家？8000塊怎麼了？你手裡攥着80萬，連8000塊都捨不得給長輩花。我告訴你，林向川，明晚我們要吃帝王蟹，酒必須得是茅台。你如果敢订便宜的，大伯明天就帶着全村人去你家门口骂街，讓你永遠抬不起头。
好，嫂子你別生氣，我這就定。不過明天下午我拖拉機得大修，可能得晚點到。哼，你晚點到就晚點到，反正菜我們先點，我們吃完了，你只要帶着錢來把賬結了就行。少廢話，趕緊定。經理，您都聽見了，這個包間不是我要訂的，是他們逼着我訂的。麻煩您給我定下鴻運包間，留我大伯林富山的名字。可以登記他人姓名，不過本店按預約確認，實際點單和簽字領取分別留檔，誰確認包廂，誰點菜拿貨，消費就記在誰名下。這包廂就留石橋村林鳳山的名字。好的，先生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明天晚上7點，鴻運包間，預定人林福山。李向川，给我滾出來！太陽都曬屁股了，還在屋裡窩着。大伯，你們怎麼大清早就過來了？我這正修拖拉机呢。還修個屁的拖拉机！你小子現在兜裡揣着80万，還擺弄着破銅爛鐵給誰看呢？怎麼着？跟我們這兒裝窮瞧苦啊？就是向川，嫂子可聽人說了，那獎金昨天下午就打到你卡上了吧？趕緊把銀行卡拿出來，交給你大伯。嫂子，這筆錢是我拿命換來的運氣，我還指望拿這錢娶媳婦兒蓋房呢。放肆！你這小兔崽子怎麼跟長輩說話的？什麼叫你的錢？你爹睡得早，你是我從小看着長大的。俗話說長兄如父，現在老林家得聽我的。你一個20出頭的毛頭小子，拿這麼多錢，要是被騙了怎麼辦？這卡必須放在我這裡，替你保管。向川，你大伯可都是為了你好，這筆賬連本帶利算下來，怎麼也得大幾萬了吧？你現在發了橫財，這錢是不是該先還上？表叔，當年我爹生病，大伯根本1分錢都沒借，還把我家的半畝水膠地強行占了，這賬怎麼能這麼算？你放屁！你家那破地能值幾個錢？我那是替你暫時保管。你個忘恩負義的東西，翅膀硬了就翻臉不認人了。你今天要是不交卡，我就把村裡的老少爺們都叫來评評理。少廢話，趕緊把卡交出來！你要是敢不交，我現在就把這破房子給砸了。現在把卡交出去，這群吸血鬼只會嫌少。大伯，哥，你們別生氣。卡我可以給大伯保管，但是銀行那邊說了，大額獎金為了防詐騙，前3天都處在凍結期，暫時取不出來。凍結？你該不會是在騙我們吧？嫂子，我怎麼敢騙你們啊？不過你們放心，雖然取不出大額現金，但這卡今天就能刷卡消費。我昨天不是答應去金海樓擺謝恩宴嗎？我已經用大伯的名字訂好了金海樓最貴的鴻運包間。算你這個小子還懂點規矩，用我的名字訂就對了。我是林家當家人，這酒樓的老闆聽見我的名字也得對咱們另眼相看。那鴻運包間裡的大龍蝦和帝王蟹是不是都已經點上了？還有那飛天茅台準備了幾瓶啊？嫂子，我一個修拖拉機的哪裡懂得怎麼點這種貴菜啊？再說了，我下午還得把這拖拉機大修一下，不然明天人家要來拉貨了。要不你們幾位長輩先過去慢慢挑。对，你個土包子哪裡懂點菜？別到時候點一桌子便宜貨，讓我們老林家丟人。爸，咱們下午4點就過去。聽說那高檔酒樓裡吹着空調，還有免費的上好茶水，咱們先去包廂裡歇着，慢慢挑。建鵬說的對，向川啊，這種高檔地方你沒去過，點菜這種撐場面的事兒還是得大伯來，你就踏踏實實在這修你那台破拖拉機，等晚上7點多再過來結賬就行了。向川，表叔我可是聽說金海樓前台有賣好煙好酒的，晚上你可得敞亮一點，別捨不得花錢。大家伙今天可是放開肚子去給你慶祝的。表叔放心，既然是我請客，大伯又是預定人，到了酒樓，你們看中什麼菜就點什麼菜，看中什麼好煙好酒盡管拿，只要長輩吃得高興，我也開心。好，這才像我林家的種。包廂是用我的名字訂的，菜我們幾個先去點，不用你操心。晚上7點半帶上銀行卡，準時到金海樓買单，別給我遲到。大伯，包廂掛您的名，菜和煙酒也由你們自己挑，对吧？你只管帶卡來。咱們王貴蝦晚上別遲到。真以為我林向川的錢是那麼好拿的嗎？今天晚上我会讓你们知道什麼叫吃進去多少，就得1分不少的吐回來。包廂是我的名字，菜我們幾個先去點，你看中什麼菜就點什麼菜。你這個小子晚上7點半帶上銀行卡準時過來買單。
哎呀，我的老天爺！建鹏，你快看，头頂掛着的，該不會是真水晶吧？這東西得值多少價錢？這地上鋪了瓷磚，流光水滑的，比咱們村長家的炕席兒都乾淨。桂香，你看那大螃蟹，哎呦喂，那腿比我的胳膊都粗，這一只少說也得值好幾千吧？這吃一口不得多活好幾年啊！今天咱們可是吃上了！哼，都给我把你们那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收起來！別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，丟咱們老林家的人。我們今天可是貴客，是來花大錢的。幾位貴賓下午好，請問有預定嗎？當然有，我訂的是你們這兒最貴的鴻運包廂，我叫林峰山，包廂就掛我名下。好的，周先生，鴻運包廂確實登記在您的名下，不過您預定的時間是晚上7點，現在才下午4點，後廚現在還沒有開始備菜呢。您看，4點怎麼了？4點就不能來了？我們大老遠從鄉下趕過來，在你這包廂裡歇會兒不行啊？怎麼？是不是覺得我們付不起錢啊？你給我聽清楚了！我家小叔子林向川剛刚中了100萬元大獎，今天就是他請我們這群長輩過來開洋孫的。少廢話，趕緊帶我們去包廂，把你們這裡最貴的菜單拿過來，我們要先點菜。好的，幾位貴賓請隨我來。幾位貴賓，這是我們的電子菜單，鴻運包廂最低消費要8000元，您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招牌海鮮。媽呀，這一隻澳洲大龍蝦要2188呀！這帝王蟹一隻得4000多。桂香，你心疼什麼？又不是花咱們的錢。林向川那小子手裡攥着80萬呢，今天不狠狠宰他一頓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。对，服務員，你听好了。這個2888的大龍蝦，別上1隻，我們要2隻。還有這個帝王蟹，挑最大的給我上。另外，那個什麼鮑魚，給我按人頭，一人來2隻最大的。這位女士，2隻澳洲大厚蝦加1隻大號帝王蟹，分量已經非常大，再加上鮑魚，幾位恐怕根本吃不完，而且單這幾道菜價格就已經超過1萬。叫你上你就照做，哪有這麼多話？看不起誰呢？我侄子手裡根本不缺錢。2隻澳洲大龍蝦，1隻帝王蟹，6顆乾鮑。好了，老公你口善。要撐場面，我侄子手裡根本不缺錢，吃不完難道還不能倒了？把你們這兒的貴菜好菜全都給我端上來。菜點完了，酒呢？煙呢？向川可是答應過我的，今天的好煙好酒隨便拿。要說這菜單上只有普通的酒，真正上檔次的煙酒都在1樓吧台鎖着呢。走，咱們直接到前台去拿。桂香，把你那個大蛇皮袋子帶上。走走走，今天非得把林向川這小子的油水榨乾不可。前台的煙酒拿回村也能送人。經理，把這個給我們拿6瓶，今天咱們幾個長輩痛痛快快喝一場。還有這個軟，我聽說一條得大幾百塊呢，直接拿10條。幾位，6瓶茅加上10條軟柱，光這些煙酒的價格就接近4萬塊了。請問你們是現在付款還是結什麼賬？我們是鴻運包廂的客人，今天是我侄子林向川請客，他中了100萬。等晚上7點半他來了，讓他一塊兒結。抱歉先生，因為外带的煙酒金額過大，如果現在不付款，必須讓鴻運包廂的預定人簽字確認。
簽就簽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？包廂就是我林富山定的，我侄子有的是錢，根本不怕。這趟真值，今晚不醉不歸，快走！6點半了，算算時間，龍蝦和帝王蟹應該已經端上桌了，酒恐怕也喝得差不多了。大伯，嫂子，這世上從來就沒有白吃的午餐。你們以為簽下的是我的賬單？不，那一筆一畫簽下的是你們自己的責任。等你們吃完拿完，真正該買單的人自然會留下。從石橋村到縣城不過40多分鐘，可這一路足夠他們把一頓飯吃成一張誰也賴不掉的賬。哎呦喂，這大龍蝦的肉就是劲道，比咱們村泥坑裡撈出來的草魚強100倍。今天這一趟真沒白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一盤多少錢，也就是林向川那個傻子中了大獎，咱們才能跟着開洋荤。哼，這小子現在還沒來，估計是捨不得打車，說不定還騎着那輛破摩托往縣城趕。他不來最好，他一個連縣城都沒怎麼進過的泥腿子，這種高檔海鮮給他吃也是白白浪費。等會兒他來了，讓他直接去前台把賬給結了，咱們提着東西就走。喲，這不是咱們老林家的百萬富榮嗎？這架子擺的倒是不小啊。哎呀，向川，你來的可真是時候。你看這事兒鬧的，我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，就把菜都給吃光了。你瞧瞧這帝王蟹的腿，我都給啃乾淨了，連一口湯都沒給你剩。大伯，嫂子，我拖拉機壞的實在太嚴重，剛修好就趕過來了，真的一口熱飯都沒有給我留啊！我幹了一下午活，肚子還空着呢。你這種人天生就是幹苦力的命，根本不配吃這種幾千塊錢一隻的大螃蟹。好東西要是進了你的肚子，那就是白白浪費。你大伯我們替你吃了，那是給你面子，懂不懂？向川，別給臉不要臉，咱們長輩能賞臉吃你這頓飯，那是你的福氣。怎麼，沒給你留菜，你還有意見了？沒有，我沒意見，只要長輩們吃得高興就好。算你這個小子還懂點事兒，我可告訴你，今天這桌菜可是你大伯親手點的，我們可是敞開了肚皮吃的。那大鮑魚，我一個人就吃了3個。你別杵在這兒礙眼了，沒你的飯，該幹嘛幹嘛去。嫂子說的對，不過我看這桌上這些酒瓶子怎麼是……那又怎麼了？你小子中了100萬，我們長輩喝你幾瓶，還委屈你了？我告訴你，不僅喝了，我跟你大伯還一人拿2瓶，準備帶回去慢慢喝。你能拿我们怎麼着？就是，我替你哥和你大伯拿的，长輩抽你幾包煙，你還敢查賬是怎麼着？沒查賬，嫂子表叔，你們別誤會，我就是問清楚。既然是你們拿的，也是你們吃的，你們開心就好。行了，別在這哼哼唧的裝可憐，沒吃上就是你沒口福。別逗特別的。那你別逗的。你現在看也看過了，立刻滾去前台把賬結了，別在這兒掃我們的興。動作快點，
結完賬趕緊滾回村裡，別在這兒礙眼。我們等會兒還要去洗腳按摩，沒空搭理你。先生，您剛來沒吃上東西，先喝點熱水墊一墊吧。不用，謝謝你。這杯水我不碰。先生，這只是免費的白開水。我說了不碰。今天晚上這包廂不是我訂的，是林鳳山訂的。林向川，你神经病啊！不喝就不喝，你冲人家服務員瞎嚷嚷什麼？顯得你嗓門大呀！趕緊滾！看見你這副窮酸樣，老娘就覺得惡心。快去把賬結了。好，我現在就去前台看賬單。好好享受你們最後的狂歡吧，這頓飯馬上就到買單的時候了。查一下賬，紅庸包廂。先生，您是紅庸包廂的客人是吧？賬单已經提前給您打出來了，您請過目，您請過目。本次消費共計68500元。鴻運包廂本次消費共計68500元。包廂裡的人說是你請客，先生，您先說，預定人和簽字人都是林富山，但你們是親屬，包廂裡的人又一直說由你結賬，所以這筆賬必須先算到我頭上。你從他進包廂開始說，他動過桌上的菜和酒嗎？沒有，他到的時候桌上已經只剩空殼和剩菜，他站在門邊說了幾句話。經理，我現在當着你的面給他們打電話，只問3件事：菜是誰點的，菸酒是誰拿的，簽字是誰簽的。只問3件事：菜是誰點的，菸酒是誰拿的，簽字是誰簽的。你磨蹭什麼呢？趕緊把賬結了回来。嫂子，我問清楚再結。10條菸是誰拿的？我拿的怎麼了？你中了大獎，孝敬家裡幾條菸不是應該的嗎？6瓶酒和桌上的海鮮呢？菜是我们點的，字也是我簽的，但說好了你買單，酒都開了，問這些廢話幹什麼？你少耍花樣，趕緊付錢。現在你聽見了，誰點誰拿誰簽都在包廂裡，我只接受按記錄處理。這件事我不能只聽任何一方，你先在這裡等一下，我馬上調取前台和包廂走廊的記錄。我不是捨不得一頓飯錢，我只想讓所有人看清，誰點的，誰拿的，誰簽的，最後就該由誰負責。我們酒店的記錄能夠確認，4人下午4點已經到店，您晚上8點以後才進入包廂，當前責任確實不能直接算到您門上，先把實際消費者留在包廂，誰都不許帶着未結清的外帶商品離開。都確認了嗎？是的，賀總，林先生沒有動餐時，也沒有參與下午的菸酒外帶。剛才免提中，包廂4位已經分別承認了點菜、拿貨和簽字。小兄弟，你答應過請他們吃飯嗎？他們逼我訂包廂，我沒有授權他們提前3小時來拿47000元菸酒，也沒有在任何單據上簽字。那就按記錄辦，請客不是無限授權，親屬也不能代替別人簽字消費。把林向川從待結賬名單裡劃掉。餐飲、外帶和包廂內的實際消費，由預定人、簽字人和實際消費者共同說明並結清。賀老闆，謝謝你們按規矩辦事。不用謝我，我們保護的是酒樓的賬，也保護沒消費的人不被亂贊賬。阿峰，把賬單、簽字單和未核清的菸酒一起帶過去，先讓他們自己認清楚，再談怎麼付。你可以離開，後面需要核機時，我們會聯繫你。真正想賴賬的人，不會主動要求把每一筆賬查清。以後遇到某某請客，其他人先拿高價外帶的情況，必須先向預定人本人確認額度。關係再親，也不能把口頭請客當成無限簽單。導出1份給警方，1份留電，圓盤不覆蓋，誰也不能拿手機拍走單獨剪輯。先保護人和物，不要跟他們爭吵。這不是替誰出氣，我們只要讓後面每一步都說得清。
这次先把眼前的账算清，以前的账也该慢慢查了。阿峰，带上你的人，把鸿运包厢的门给我封死。是，老板。把包厢通道守住，先清点人和外带物品。68500元按单据追到实际消费者，少一项都要有明确去向。谁敢抢东西、砸设施或者强行离店，立刻报警。去，让他们买单。爸，林向川今天算是被咱们拿捏的死死的。他手里不是还有80万吗？我看咱们明天就去他家，逼他拿出20万来，给我在这县城里付个楼房的首付。就是，林建鹏要是买了楼房，以后也是城里人了。不过建鹏，你可不能忘了表叔，我那牌桌上还欠着几千块，明天让向川顺手也给我平了。你们俩格局太小，那小子是个绝户。留着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照我说，就该让他把钱全拿出来，成立个什么家族基金，全交给大伯管。以后咱们一家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哥，桂香说的对，他林向川的钱就是咱们老林家的钱。今天这顿饭只是个開始。以後這種高檔酒樓，咱們想來就來。行了，估計那小子已經把賬結清了，咱們提上東西回家。你們這是幹什麼？懂不懂規矩？怎麼連門都不敲穿呢？那小子是不是結完賬在樓下等我們？告訴他，讓他立刻滾上來提東西。結賬？誰告訴你他結賬了？你那個侄子林向川，20分鐘前就已經騎着摩托車走人了。什麼？他把長輩丟在這兒，自己跑了？他不跑，留在這兒給你們當冤大頭嗎？人家剛才在台前說了，包廂不是他訂的，菜不是他點。放屁！我們可是他長輩，是他答應了中獎請我們吃飯的。你們，金峰山、金海樓、鴻運簽字成立。侄子請客。你們酒樓是不是搞錯了？立刻把他叫回來付錢！你跟我這兒吼什麼？金海樓只認白紙黑字。聽好了，鴻運包廂本次消費，餐飲21500，外帶菸酒47000。68500，怎麼可能這麼多？搶劫啊！你們這是！不關我的事兒，我就是個蹭飯的，菜是大伯點的，菸是嫂子拿的，你們找他們結賬，讓我走吧。呸！那酒你喝得最起勁兒，你還想撇清關係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打電話，快給林向川那兒打個電話，讓他馬上帶着錢滾回來付錢，不然我回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。電話正在通話中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正……這個小兔崽子，他把咱們全拉黑了。他是要把咱們往死裡整啊！
哎呀，我肚子疼。经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得去一趟厕所。钱的事儿你们跟我大伯算。上厕所可以，人去，包留下。凭什么？这包里装的全是我自己的换洗衣物。好啊，好得很。吃霸王餐不说，竟然还偷我们酒楼的高档餐具。保安，马上报警，连账单带盗窃，让他们去局子里蹲着吧。别报警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！我就是看那盘子好看，想拿回去盛菜。我不要了，我还给你们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6万多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！林向川，你个遭雷劈的小兔崽子！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今晚12点之前，6万8500一分不能少。凑不齐，我们就把你们移交派出所。都别愣着了，人家保安堵着门，今天这钱不掏，谁也走不了。林建鹏、桂香、有成，大家都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，手机里的余額也看看，咱们4個平攤。平攤？凭什麼平攤？6萬8500，分到一個人頭上將近17000，把我論斤賣了也不值17000啊！我不掏。這飯是林向川說請客的，你憑什麼算我頭上？就是，爸，你老糊塗了吧？我卡裡就準備買化肥的3000塊錢，這是我的命根子。再說了，剛才點菜的時候是你拍板要上最貴的，字也是你簽的，你憑什麼讓我們跟着背黑鍋？混賬東西！你在這個時候跟我分你我！你在這個時候跟我分你我！剛才吃大龍蝦的時候你怎麼不說？打包那些貴東西的時候你怎麼不嫌貴？現在出事了，你想把自己摘乾淨，沒門兒！大伯說的對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不過我胡有成是個光棍兒，兜裡比臉還乾淨。別說17000，我連170都拿不出來。你沒錢？你剛才喝的時候像喝水一樣。剛才經理算賬了，6瓶天17000多，你胡有成一個人就灌下去3瓶，這酒錢必須你來出大頭。老子什麼時候喝3瓶了？那桌上總共就開了4瓶，老子喝了2瓶，林建鵬喝了1瓶，剩下那1瓶是你自己喝的，還有2瓶根本沒開呢，你少在這胡說八道。沒開的酒去哪兒了？是不是你偷偷藏起來了？我藏？你問問你那個好爹。剛才在大堂拿了6瓶酒，一進包廂，你爹林福天就跟做賊一樣，把2瓶沒開封的飛天直接塞進衣襟內側了，現在還在他懷裡揣着呢。好啊，你們一家子合夥欺負我是吧？王桂香，你少在這裝清白。那酒才17000，你那袋子裡裝的10條煙可整整29000，占了快1半的賬，誰拿的煙誰去付錢。你放屁！這煙我是拿了，但我那是替我們老林家拿的。林建鵬剛才還從裡面抽走了2條，塞進自己夾裡呢。你憑什麼讓我一個人出2萬9？你個敗家娘們兒，少扯我！是你自己貪心不足，非要拿10條煙。現在人家要錢了，你自己想辦法。吃肉的時候想不到我，背黑鍋的時候全推我頭上。林福山，字是你簽的，大不了這煙我不要了。經理，你聽我說，這10條煙還有這2瓶沒開的，我們都不要了，我們原封不動的退給你們，剩下的飯錢咱們再算，2萬多塊錢，我們再想法湊湊行不？剛才在前台我已經提醒過你們了，高檔煙酒一經離櫃絕不退換，更何況你們連包裝的塑封都已經撕得稀巴爛了，退無可退。東西是你們自己搶着拿的，現在想退，晚了。68500，必須全額結清。胡有成，你今天就是去借高利貸，也得把這筆錢掏出來。林建鵬，摁住他，搜他的身，看他手機裡有沒有錢。老子今天先弄死你這個白吃白喝的廢物！掏錢！別過來！
你们一家子黑心肝的吸血鬼，想让老子背锅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敢打我男人，胡有成你个王八蛋！老娘今天撕了你的脸！造孽呀，让人家看笑话呀！阿峰，别让他们把包厢里的贵重装饰砸了，把这群闹事的人拉开。上，控制住他们！行了，既然你们谁都不肯掏钱，那我们就按规矩办。您好，这里是110指挥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同志您好，这里是金海楼海鲜酒店，我们这里有4名客人在鸿运包厢消费了68500元后拒绝结账，企图恶意逃单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包厢内大打出手，损坏我们酒楼的财物，甚至还企图带走酒楼的高档餐具。目前人已经被我们保安控制，请求立刻出警处理。别抓我们！我们不是逃单，是那个林向川骗了我们啊！完了，这下老林家的脸全丢光了。哼，流着你们的眼泪去跟同志慢慢倾诉吧。同志，我们就是吃了顿饭，他们非要我们赔6万多，还把我们弄成这样。先別喊，誰報警，因為什麼報警，一項一項說。消費未結清，4人在包廂內互相打鬥，損壞物品，還試圖帶走餐具。酒店已經把現場記錄封存，都是林向川設的局。他說請客，自己跑了。同志，我是林向川。你還敢來？把錢給我拿出來！手機可以打壞，可已經發生過的事，不會因為屏幕黑了就消失。只要原始數據還在，真話就還有開口的機會。誰讓你拿手機對着我們？摔壞了活該！這裡是派出所，再搶東西，再動手，單獨處理。手機都壞了，他拿什麼證明？就是他答應請客後故意跑單。手機裡的錄音暫時打不開，但今晚的消費責任不只靠我的手機。酒店有育嬰登記、簽字單、服務記錄和監控。對，酒店只陳述我們自己留存的記錄，不替任何一方編故事。那就先看客觀記錄，誰搶話，誰出去等。下午4點，4人提前進店。4點08分，林富山簽下菸酒外帶單。晚上8點以後，林向川才進入包廂，且服務員確認他沒有實際用餐。對時間和簽名有沒有異議？字是我簽的，可錢本來該他出。誰承諾買單，可以另行舉證，但已經領取、食用和簽字的事實，不能憑一句他有錢就轉給別人。你先回答，菸是不是你拿的？拿是拿了。酒店已經在前台排除林向川的結賬責任，現在追討的是4名實際消費者的賬款。當前記錄不能證明林向川參與高額消費或授權外帶。68,500元消費款由酒店依法向實際消費者和簽字人追討。你們對具體金額有異議，可以核對明細，但不能要求林向川代付。包廂內新增損失2000元，酒店願意調解，不要求現場現金，但需要在今晚約定期限內結清總計70500元。東西是他先動手撞壞的，你拿酒瓶砸的。可以互相追圍，但對酒店的損失先共同解決。願意調解就寫清期限和金額，不願意，酒店依法起訴損壞問題，另行處理。你與籌款無關，可以先走。手機被碰壞的情況已經記錄，需要追究的話，另行處理。先記着，今天最重要的是把誰該承擔的賬分清。別再講誰是一家之主，也別講誰輩分大，只報你們現在
能拿出的数。我只有3000，再多1分都没有。爸后院不是还有10头猪吗？平时天天说那是家里的指望，现在不用，留着过年看啊。猪还没上标，现在卖就是割肉。昨晚吃龙虾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着割肉？打电话，价格和到账金额都开免提，当面记。5个月的猪肉标不够，你非要今晚卖，我最多给15000，连夜拉走，再加一点。这10头猪我喂了大半年粮食，正常养到出栏当然不止这个价。你姐也赶到唱条线，可你现在要现钱，风险全在我这边。15000卖不卖？爸，先卖，过了期限，9楼起诉更麻烦。卖。你要的是今晚到账，车就得今晚走。 10头猪養了5個月，本該再等幾個月出欄。林鳳山一頓飯的私欲，先賣掉了這一家人整整1年的盼頭。林鳳山15000，林建鵬3000，目前18000。秦老板，我不蓋房了，那2萬塊材料款退給我。貨已經按你的尺寸和數量備齊，明天就裝車。現在取消，按合同扣30%，只退14000。我一塊磚都沒拉走，憑什麼扣6000？因為倉庫、裝卸和排車都已經產生費用，你可以明天照常拉貨，也可以現在退款，2選1。退，現在就退。胡有成盼了很久的新房，還沒砌起一堵完整的牆，違約金卻先從地基上被扣走了。現在32000，還差38500。姐，大半夜什麼事兒？建民，姐遇到點急事兒，你先借我3萬，過幾天就還。你先說幹什麼？我一天搬10個小時材料才200塊，你們一頓飯吃掉我幾年的辛苦，還想讓我給你們填？沒有。我是你親姐，親姐也不拿我的血汗給貪心買單。別裝了，你有5萬定期，我知道。那是留給兒子成家的，提前取出來，利息全沒了。我的化肥錢都拿出來了，你還想藏？錢不是誰搶出來就算誰的。王桂香，你自己決定是否履行已經簽署的調解確認書，不同意可以讓酒店依法處理。這筆定期存款，她一分一分攢了很多年，她捨不得拿來幫丈夫，也捨不得借給親戚，最後卻用來填自己親手點下的賬。海樓、國安都在清楚。好，消費款和損壞賠償已經全部到賬，賬結清了，酒店不再追討。但損壞物品和現場衝突的記錄會依法留檔。林香川，這事兒沒完，回村以後咱們再算總賬。昨晚的事兒誰都別亂說，回村統一口徑，就說是林香川請客以後故意跑了，酒店還動手打人。那我退掉的材料怎麼算？你賣掉的豬怎麼算？等香川把錢賠回來，大家都有份兒。他們來縣城時擠在一張飯桌上，回村時卻連一趟車費都不願替彼此多出1塊。所謂一家人，在賬單面前只剩各自的算盤。70500元已經結清，可真正該算的賬
才剛剛開始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钱是我们出的，可这一切都是林向川引起来的。回村先把人叫齐，咱们有结清单，也有一身伤，只要全村人都站在咱们这邊，他不賠也得賠。先把咱們說成受害者。昨晚誰點了什麼，誰拿了什麼，一個字都別提。能不能開機不好說，最穩妥的辦法是先把數據導出來，別再反覆按電源。主板還能讀，文件先全部備份到 U 盤，手機只能臨時換屏，隨時可能再黑。向川，你大伯他們在村口鬧起來了，非要開全村大會。讓他們開，我馬上回去。保留完整目錄，不要只拷貝對自己有利的片段。一般人都只挑有用的拿，你連自己說過的話也全留，完整才說得清。只挑一半，別人永遠能說另一半被我藏了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爺呀！这日子没法過了，大家都來瞧瞧，大家都來瞧瞧啊！都嚷嚷什麼？一大早的在村口哭喪，丟不丟人？林富山，你剛才說的都是真的？林向川真的把你們丟下自己跑了？村長，你可得給我做主啊！我林峰山在村裡活了大半輩子，什麼時候撒過這種謊啊？你要是不信，你看，這是昨天晚上金海樓的結婚單，全是我們自己墊的錢呀。村長，我們在縣城被坑得傾家蕩產，這事兒您必須開全村大會。哎，行了，都別嚎了，去村大隊的同中，讓全村各家各戶都派個代表打鼓場集合。我親自去叫林向川。7萬多，這是啥賬？這是剛從地裡……大家先靜一靜，大家事情沒弄清楚之前不要傳閒話，等雙方到齊了，我給大家一個交代。一夜之間，傷口賬單和謊話一起回了村，誰先把話說出口，誰就想先佔住人心。昨晚不是摔壞了嗎？修理店把數據煮出來了，屏幕隨時可能再黑，夠用一次。酒店和派出所已經處理完消費，今天只問一件事，你們回村說林向川騙你們，害你們傾家蕩產，到底有沒有撒謊？我們70500都賠了，傷也是真的。如果不是他答應請客，我們會去金海樓嗎？第一，把70500元全還給我們。第二，我們賣豬退材料損失利息，他得再賠。第三，他必須拿房子，省得以後再翻臉不認親。這是他欠長輩的，不是我們貪。讓侄子還你們自己吃掉的錢，還要房和地，這也叫不貪？一部破手機，誰知道裡面是不是你撿的？那你先回答，錄音裡的聲音是不是你們自己的？放屁！100萬交關稅也有80萬，這麼大一筆錢你根本把握不住，下午就去銀行把錢取出來，交到大伯手裡，我替你保管。
錢的事先不說，按咱們石橋村的規矩，家裡發了橫財，必須得大擺流水席謝恩。你大伯可是林家的當家人，明天晚上縣城最貴的金海樓海鮮酒店，你必須擺一桌最頂級的孝敬我們。你只管带卡來。证据坏了！原文件直接拷贝，未做处理。刚才在村口，你们说是向川主动摆库，现在大家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你们堵到人家里逼出来的，还逼人家把奖金交给大伯保管，这哪是请客，这是抢钱！逼他摆一桌不等于让他跑，他既然答应了就该付钱。对，请客责任酒店已经查清，不在这里重审。现在事实只有一个，你们回村第一句话就在撒谎。快去！李向川，你就是故意让全村看我们笑话。你们可以不认酒店的账，不认派出所的记录，也可以不认自己的声音。可你们刚才还想靠这场谎话再拿走我的房子和地，刚才同情谁、怀疑谁都不丢人。证据出来以后，改变态度才叫讲理。谁也不许动手，更不许借着人多逼他們下跪。你只讓我寫侄子逃單，沒告訴我菸酒是你自己簽的。從現在起，你的事兒別再拿宗族名義壓人。下一段只回答一個問題：桌上的東西到底是誰吃的，誰拿的？菜是我們點的，酒是我們開的，煙是你嫂子拿的，全進了我們的肚子和包裡，沒給你留菜，你還有意見？趕緊滾去前台結賬。酒店已經按這些事實處理過，我今天放這一段不是重新算賬，是讓鄉親們知道你們回村說的我把你們騙去吃飯，到底有幾分是真的。賬是誰付的，為什麼付，派出所有記錄。誰在拿向川逃當煽動村裡，就是繼續撒謊。昨天拿10條煙的時候，你可沒把自己當受害者，都是胡有成慫恿的。他非要點貴菜喝好酒，我們是一時被帶破了。將聲林向川不是老革命，我們是一時被帶偏了。對，向川，咱們畢竟是一家人，真正挑事的是這個外人。昨晚賣豬的時候是一家人，退我建房材料的時候也是一家人，現在全村都知道真相了，我就成外人了。本來就是你貪嘴。我承認我貪，我也賠了。你們敢不敢承認自己拿煙藏酒簽字？林峰山，你最會的就是把自己幹過的事兒推給別人。昨晚的賬能推，15年前那筆錢你也想推嗎？什麼15年前？林向川父母出事那年，翻渣廠給的賠償真的只有村裡賬上那500塊嗎？你閉嘴！喝多了就滾回家，別在這裡胡說八道！我今天一口酒都沒喝。當年廠長給的是5000，不是500。你拿着90%的錢去蓋房，把向川丟給全村養，都別動。有成，這種話不能靠吵，你把時間、地點在場人說清楚。韓村長，村委會還有當年的救濟和賠償登記嗎？有，只要沒被人動過，就在老檔案櫃裡。先取檔案，再報警，誰都別碰原件。林福山，你站在原地。廠長是在林家堂屋交的錢，我當時替林福山跑腿，親眼看見一個信封裡裝着5000。第二天他讓我陪着去村裡登記，只報了500。向川父母出事後沒多久，他家確實突然換了新瓦。可那幾年向川連冬天的棉鞋都是大家湊的。村裡記錄確實只有500，但這只能證明他報了500，不能單獨證明廠裡給了5000。聽見沒有？有成就是胡說。我沒有原收據，但我記得編號，因為那天林佛山讓我拿着這張婦聯去鎮上換零錢，後來婦聯一直夾在我舊賬本裡。廠長叫什麼？還有誰見過信封？那年廠裡確實派人送過一筆現金。那年廠裡退休工人送過一筆現金，我記得金額不是500，因為廠裡為這筆支出專門開過臨時會議，具體數目要查廠裡的舊賬。
领款人自稱是死者的大哥。 15年前，我只知道父母没了，家里的钱也没了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，不全是命苦，是有人把本该留给我的活路拿走了。这是可能涉及旧案的证据，谁都不许碰。那时候我还在上学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嫁过来的时候更晚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看见没有，你最看重的一家人，现在跑得比谁都快。我要实名反映15年前事故赔偿和孤儿抚恤金可能被隐瞒侵占的问题。现有区级登记、支证人证人和一张厂方妇联，请依法核查。大伯，我最后问一次，当年那5000元，你有没有母亲治疗和我有的生活上？时间太久，记不清。记不清，可以让账册替你记。今天以后，我不会再靠你一句承認來決定真相。哎，得留下！你把證據說清楚。我怎麼沒有？當年林富山去鎮上拿錢的時候，我也在場。翻砂廠的會計當面把50張大龍盒交到林富山手裡的。什麼？林富山拿到錢後，塞給我2瓶酒和1條煙，讓我別再提這件事兒。太不要臉了！他回村就說沒拿到多少，只說有幾百塊，簡單處理了向川爸媽的後事。你們想一想，辦完喪事第2年，林向川那時候日子過得緊吧，靠着鄰里幫襯才撐過來。真是糟。而他林峰山第2年就在村東蓋了4間大瓦房，他一個種地的，哪來那麼多錢蓋房子？那都是向川父母拿命換來的撫恤金。不，這不是真的，爸，有車是在胡說八道，對不對？咱們家蓋房子的錢是你種地攢下的，對不對？大伯，剛才在錄音裡，嫂子說我是絕戶，15年了，我一直以為是我爹媽命不好，是我命不好。我10歲就輟學，在村裡吃百家飯長大，我以為你也是盡力了。5000塊，我媽當時要是能有這筆錢，就不用被迫放棄治療，回家等死。是你生生掐斷了我媽的活路。向川，你先聽你大伯解釋。我當時也是被豬油蒙了心，家裡又窮，建鵬還等着上學。不用解釋了。這筆撫恤金被故意隱瞞並佔用，涉嫌侵占、差借，是否構成犯罪，由警方依法調查認定。喂，同志，我是林向川，麻煩您再來一趟石橋村，我這裡有一起詐騙和侵占孤兒撫恤金的案子，要向你們實名舉報。林向川，剛才我們在電話裡聽得清清楚楚，是誰舉報15年前翻砂廠事故補償和醫療款被侵占一事？同志，嫌疑人是林富山。當年我父親在翻砂廠事故中身亡，母親受創，廠裡給的5000塊補償和醫療款被林富山夥同胡有成隱瞞私吞。這筆錢既是我父親的賠償款，也是我母親當年唯一的救命錢。胡有成，林向川說的可是事實。15年前的案子涉及事故補償和傷者醫療款，必須查清楚。你現在如實陳述，有利於查清事實。要是故意做偽證，隱瞞關鍵情況，也要依法承擔責任。同志，我交代，我全交代。15年前，林富山拉着我去鎮上翻砂廠，廠長為了私了，給了整整5000塊外幣鈔票。林峰山拿了錢，給了我2瓶酒和1條煙，威脅我說是敢露出去半點風聲，就把我趕出石橋村。他拿到那5000塊錢後，
轉頭就在村東頭蓋了4間大瓦房。同志，我就是個從犯，我沒拿大頭啊，您寬大處理吧。我當時想着他年紀小，怕他亂花，就先拿來蓋了房子。我想着等他長大了再還給他。代管？你管到自己腰包裡了。15年了，林向川吃百家饭輟学打工的時候，你怎么不提還錢的事兒？現在事情敗露了，你說是代管？你當規則是兒戲，當現場處理人員是擺設嗎？同志，我身為石礁村的村長，我願意作證。當年林福山回來親口告訴我，廠裡只賠了500塊，這事兒全村檔案裡都有記錄。他就是故意隱瞞並侵占了向川父母的撫恤金。林鳳山，你涉嫌隱瞞占用林向川父母的撫恤金，具體法律責任需要進一步調查。爸，這事兒我不知道啊，那時候我還上學，蓋房子的錢我以為是你借的，這事兒跟我沒關係啊。那是他15年前的事兒，我們可沒經手相關款項。同志，這事兒不牽扯家屬吧？這筆錢是否需要退賠？退賠多少？要根據調查和司法認定處理。如果查證屬實，林峰山使用了被侵占的款項，相關財產也會依法承擔退賠責任。是否保全、查封以及如何處置，最終由法院認定。什麼？要退錢、退利息，還要查封房子？我們昨晚在金海樓已經賠了7萬多，連棺材本都掏空了。我們上哪再去弄這10幾萬的退葬當款呢？胡有成，你作為包庇者和知情人，也跟我們走一趟，配合調查。完了，這下全完了。向川，大伯這回是真的知道錯了，你跟同志說說情，大伯砸鍋賣鐵也把錢還給你，你別讓大伯去坐牢哦。遲來的道歉，換不回我父母的命，也換不回我這15年吃過的苦。至於那筆錢，法律判你賠多少，我1分都不會少要。都是一家。哎呀，這一家子行事也太不妥了。平時在村裡走路恨不得橫着走，之前蓋房子的事兒也一直沒給大家一個清楚說法。林建鵬，之前的事兒大家都有意見，飯店點了2800的龍蝦，你們吃得下去嗎？不怕烂腸穿肚嗎？你们別打了，我真不知道蓋房子的錢是怎麼來的呀。我們也是受害者呀，我們昨晚剛被飯店勒索了7萬塊錢，現在還要我們退錢，真是要逼死我们啊！王桂香，你少在这装可憐，那7萬塊是你們自己貪心不足吃進去的。村委會將配合法院核查林富山名下可以執行的集體收益。鄉親們，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，做人要講良心，像林向山一家這種六親不認、欺壓孤兒的敗類，咱們石橋村絕不姑息。以後誰再幫着他們欺負人，別怪我這個村長不講情面。有賬依法算，有錯依法擔，誰都不能再借人多欺負人少。王桂香，法院已經依法處置相關財產，將執行款用於退賠林向川父母的撫恤金及相應損失。咱們村委會也做了見證。今天叫你來，是向川還有最後一份文件要跟你簽。林向川，你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吗？嫂子，我要是想逼死你们，今天坐在对面的就不是律師，而是要債的。從今天起，你們一家是生是死，是富是窮，
都跟我林向川沒有任何關係。簽了字，咱們橋歸橋，路歸路。向川，你非要做得這麼絕嗎？絕？15年前大伯拿走我父母救命錢的時候，怎麼不想想絕不絕？在金海樓你們逼我去結7萬塊賬單的時候，怎麼不想想絕不絕？王桂香不得代替其他家庭成員繼續索取。我守住的從來不只是100萬，還有父母留下的東西，這些年被逼着咽下去的每一口氣，以及往後不再任人擺布的日子。爸媽，我先把自己的日子過明白，再帶鄉親們一起試試。向川拿回錢和房子，估計馬上就去城裡了，換成誰都想離開這個傷心地。我10歲以後，吃的是石橋村百家飯，趙婶給過我熱紅薯，韓村長幫我申請過補貼，孫大爺教我修農機。現在我有能力了，不會把這些都忘了。說正事兒，別把嬸子說哭了。正事兒就是我不走，我已經把村後那300亩黃山承包下來，準備建果園。那山石頭多，路也不好走，錢砸進去真能有收成？能不能成？不靠我在這裡吹，農技站看過地，第1期先公路、勻水、整土，再種適合這裡的果樹。大家看得見進度，也查得到每一筆工錢。村裡負責公開登記和見證，願意來幹活的，每月3500元按月發，果園以後有收益，再按約定發獎金和分紅。我一個人做不成。願意跟我踏實幹的，現在就報名；不會的可以學，年紀大的也有適合的活兒。除草、套袋、做飯，我都能幹。婶子第一個。我腿腳慢，重活幹不了。您幫我看水管、修農機，再教年輕人。這個崗位別人替不了。承包合同只用了幾頁紙，真正讓荒山變樣的是接下來一個又一個清晨，一場又一場雨，以及每個月按時到賬的工資。你討回來的不只是你家的公道，還給村裡留下了一條路。咱們先把第1棵樹種活，再把日子一天天過好。